这一次俊谷是来到了四川南充的阆中古城，这是一个5A 级景点，它还被誉为中国风水文化名城，同时呢也是中国春节文化之乡。后面这一座是汉桓侯祠，也就是张飞庙。刚刚呢我已经拍摄过了，可以看一看我的上一条视频哦。在咱们中国是有4大古城，分别是山西平遥古城、云南丽江古城、安徽徽州古城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逛的四川阆中古城。现在走着的这条街是叫做武庙街，也是古城的主要街道之一。前面这座是叫做中天楼，是古城的中心点，也是制高点。中天楼就是坐落在武庙街和西街的交叉点这里哦。在中天楼的侧边是有一条楼梯可以上去的，要从这个大门进入。我买的是联票，直接用这张票上去就可以了。这条楼梯非常陡，也很窄，只能容纳1个人经过。这是伏羲的雕像。登这一座中天楼也是可以单独购买门票的，门票呢是15块钱。直接上去第3层，这里有一首词《中天楼赋》。上来中天楼，登高望远，站在这上面感觉风特别大哦，非常的凉快。下面的这些建筑就像是一座座四合院以中天楼为中心，向四周慢慢扩散开来。我现在继续沿着这条街往南边走，走到尽头就是嘉陵江了。我在这个古城逛了一圈，发现原本有很多大户人家，现在呢都变成了客栈了，写着今日有房。我现在是来到了嘉陵江边的古城风水观景台。这座阆中古城被誉为风水文化名城，那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。古城的格局大概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古建筑大多都是明清时期的，当然也有一些是近代和现代的。阆中古城是处在一个盆地当中，古城3面环水，处于嘉陵江的水抱之中，4面环山，南朱雀，北玄武，东青龙，西白虎，4象之势，拱卫古城。古城的选址是按照中国古代风水学的理论为指导选择的，非常符合地理4科。即龙、沙、穴、水的意象。阆中古城融合了山水城人于一体，天人合一，可以说是传统风水格局的典范。站在中天楼环顾四周，可以看到整个古城是被街道分割成无数个小方块，城内总共是有90多条街巷，呈棋盘式格局逐步扩散。中天楼以应风水天心十道之誉，城内全部街巷都是以中天楼为核心，以十字大街为主干，层层展开，步若棋局。2条纵向主街道北宽南窄，这是为了锁住财运。古城的贸易区在东南方向，寓意着紫气东来，财源广进。古城地处风水宝地，大街小巷也都充满了风水文化。各街巷的朝向，无论东西南北，大多都有远方的山与之相对应。风水理论是我国古代有关居住环境构成，包括城市及其他建筑选址、规划和设计的一种传统理论。它自成体系，其观念和基本模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历代各种建筑活动。可以说，我国所有的古城和历史建筑都不难找到风水理论的遗貌。西汉至唐，阆中一直是中国古天文和风水学的主要研究之地，天文学家、风水大师相继辈出，并吸引同行到此研究天文风水，如汉代天文学家骆夏宏、唐朝著名天文学家、风水大师袁天罡、李淳风等，他们对阆中古城营建的各个环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中国古代人们对城址的选择十分慎重，认为它是未来事业兴旺与否的关键，关系到族人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，必须作为头等大事，集中全族人的智慧，需最高领导者做出决定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风水学与建筑理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并且增加了许多神秘的色彩。例如，把山形比作龙脉，把水势比作血脉，进而形成了包括龙、沙、穴、水象、选址理论等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。其实，这些神秘色彩是出于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敬，而客观上，它对于保持水土、保护自然、促进生态平衡产生了很多积极的意义。
在风水观念的影响下，无论是北京、南京等大处落寞的邦国都比，还是平民百姓聚居的村落宅院，都对选址表示出极大的关注。从传统风水学来说，阆中古城城址同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。正如古书对其地名之来历所述，阆中古城山为四面，水绕三方，山水均成攀龙蜿蜒之势，活灵活现，腾挪欲飞，的确不同凡响。按照风水学的专业眼光，阆中古城的地理气局天然并且完美的齐备了龙、穴、沙、水象的所谓地理五绝。说得更加具体一点，就是源自华夏祖脉昆仑山的大巴山余脉攀仑山，就是阆中的来龙。它由嘉陵江水一路欢送而来，于城北形成天然屏障，视为靠山。汹涌的嘉陵江在城北玉台山的沙溪场入水口之后，数条支流汇聚，状若九龙朝圣。然后在西南锦屏山、黄华山、白塔山、大象山等不锈成齐的沙山的护卫之下，微城爆阔，绕古城三面，从攀龙山东侧出水口形成一个巨大的 U 型环带，天然形成了丽水成源和金城环抱的风水绝境之地。我刚刚有提到阆中古城啊，是中国春节文化之乡，就是跟这个人呢有关系。他的名字呢叫做落下闳，这是汉天文学宫，但是呢这个门呢是关着的。史料记载，落下闳大约生于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7年，是西汉民间的天文学家，四川阆中人。元丰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10年，经同乡俏龙推荐，落下闳被汉武帝征召到长安，授官太史代诏，参加改制历法。在这以前朝廷所采用的专需历误差很大，给生产生活带来困难。经过6年测算研究，落下闳等人所制的新历被汉武帝采纳，最终在元丰7年颁行，并改元丰7年为太初元年，新历因而被称为太初历。太初历破天荒地将24节气纳入中国历法的体系之中，开始把正月定为岁首，在这以前是以10月为岁首，冬季12月底为岁末。也就是说，因为落下闳，中国才有了统一的春节。由于落下闳是在历法上确定春节的天文学家，所以老百姓亲切地将他称为春节老人。我刚刚问了一位大叔啊，他说这里才是正大门啊，看能否进去参观一下。非常遗憾啊，不能够进入天文宫去参观。里面的客栈的人员呢跟我说，是一个王老师在管理，他本人呢大多数时间呢是在成都，所以呢他本人不在呢也不方便打开门啊。